美军最高将领为中美开战降温，其新计划开始实施，解放军应怎么应对？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强少。古往今来，国家在面临战争抉择的时候，政府内部的分歧大多是武官主战，文官主和。但是在美国这里完全反了，美国两党的政客往往对中国是喊打喊杀，逼着军方对华采取强硬态度。但是美国的职业军人们相对来讲比较理性，特别是最高军事将领米利将军，经常给反华政客泼凉水。近日，米利在接受媒体专访时指出，美国必须避免让美中开战的话题和言论变得过热，还声称中国大陆攻下台湾岛并非易事。米利表示，现在许多涉及中美的言论让人产生了一种战争即将来临，或美国正处在与中国开战边缘的感觉。这种情况虽然也有一定的可能性，比如突发事件引发局势升级到不可控制的情况，但是目前这个可能性比较低。实际是美国的相关言论使局势变得过热。他认为，阻止战争的关键是确保对方知道付出的成本将超过获益，要让中国意识到这一点。看到这里，很多人会对米利将军的理性感到欣慰，毕竟一旦中美发生军事冲突，面临生命危险的不是美国政客，而是处于作战第一线的美军士兵。但是如果你以为美国军队要放弃武力干涉台海事务，那可就又错了。米利的表态证明，美国只是干涉台海事务的办法要变了，中美很可能在台海问题上进入抢时间的阶段。米利承认，美军需要加速武装台军，要中国大陆因为武统的成本太高而放弃。他赞同美军向台湾地区提供更多的防空系统、反舰巡航导弹和反舰水雷。米利表示，台湾地区有17万常备部队和100万至200万后备军人，再加上解放军渡海登陆作战非常困难，美国有机会让占领台湾成为不大可能达成的任务。在时间方面，美国军方判断有30年的时间让台湾地区做好准备。也就是说，在2027年之前，台海不会发生战事。这也意味着解放军在做好武统备战的同时，美军也将抓紧武装台军。这可能是中美未来一段时间在台海问题上较量的具体体现。这一切都预示着，美军干涉台海的办法不是自己亲自下场，而是打一场代理人的战争。从美军的角度来看，武装台军风险最小，成本效益最高。那么现在的问题是，中国大陆除了整军备战以外，如何破解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阳谋呢？首先，我们要想办法赢得对美国的军事科技竞争胜利。当美国要将台湾拉入中美军事竞争的棋局时，我们可以跳出这个陷阱，直接与美国展开全方位的军事科技竞争。比如在第5代战斗机、隐身轰炸机、航空母舰、高超音速导弹、轨道轰炸机等方面与美国竞争，逼迫美军将更多的注意力和资源放在与中国直接竞争的层面。只要解放军的整体作战能力超过美军，武力解决台湾问题也将变得更加简单。这也是一种破局的办法。第二，通过推动两岸和平来破解美国搞的所谓台湾刺猬化战略。中国大陆不承诺放弃武力，但是在最近几年内力推台海和平，集中力量打击台独分裂活动。只要两岸和平稳定的大局没有改变，美国武装台湾后备力量的计划就很难有效实施，台湾岛刺猬化的战略也将失去可行性。所以，通过民间互动，增加两岸之间的善意，对破解美国的台海战略非常关键。第三，解放军可以通过不同规模的军事行动来打破台军刺猬化的迷思。美国推动台军发展非对称战略，看起来好像很靠谱，但是一旦台独分子的挑衅活动突破了红线，解放军就可以对台采取短暂的外科手术式的打击，让两岸进入一种非战非和的状态。
过去我们也说过，两岸之间最好是和平统一，实在不行就实施武力统一，但是也不排除有一个过渡阶段，那就是解放军时不时的对台军那些能够威胁大陆的敏感目标进行摧毁，而同时呢又不发动大规模的登陆作战。这种状态虽然也会带来一定的负面效应，但是可以避免更大的风险，也能极大的打击和孤立台独分子，摧毁美军打代理人战争的图谋。总体而言，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战略已经改变了，我们也要有一套新的应对策略。解放军也需要抢时间做好应对策略和展开具体行动的准备。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